2022年2月，俄乌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能够继续作战，很大程度上将依赖西方援助，而本国国防工业很难长期维持。原因并不复杂，哈尔科夫、迪涅伯罗、扎波罗热等重要工业区不断遭到远程打击，大量军工企业被迫停产、转移甚至拆分生产。现代战争拼的不只是前线部队，更是后方工业体系。一旦军工生产遭到持续削弱，再先进的武器也会越打越少。然而4年过去，乌克兰军工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外界预期。根据乌克兰官方公布的数据，2022年国内军工产值约10亿美元，到2025年，整体军工产能已提升至约350亿美元。全国军工企业超过1000家，无人机年产量达到400万架。本土研发的电子战装备、远程攻击无人机和数字化作战系统陆续投入实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直接投资乌克兰军工企业，希望采购这些经过战场检验的新型装备。那么，一个长期依赖苏联工业遗产又遭受战争重创的国家，为何反而完成了一次军工产业升级？答案要从乌克兰军工的发展基础说起。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约30%的苏联军工资产，坐拥700家相关企业、100万产业工人，在坦克、舰船、航空发动机及配套军工设备制造上优势突出。安东诺夫设计局制造了安124和安225运输机，马达西奇长期生产航空发动机，南方机械制造厂则参与过战略导弹生产。从工业基础来看，乌克兰完全具备发展现代军工的条件，但这套体系也存在明显缺陷。苏联时期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各加盟共和国负责不同生产环节，核心总装产能多集中于俄罗斯，乌克兰无法独立完成完整武器制造。重建配套体系又缺乏经济实力支撑，加之冷战后全球军费收缩，乌克兰也顺势大幅削减常规军备，有限的军费多用于军队基础维持，军工投入极少，导致军工产业持续收缩，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为维系产业，乌克兰军工企业转而出口苏式改造装备，开展技术合作，依靠高性价比打开亚非拉、中东市场，20年间稳居全球前15武器出口国。2014年顿巴斯冲突后，乌克兰开始重新重视国防建设，军费持续增长，本土军工企业重新获得订单，一些专门从事无人机系统开发的私营国防公司也开始涌现。不过，当时军工体系仍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并集中于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旗下。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保密壁垒、裙带关系与腐败问题在这些国有企业中长期蔓延，拖慢了新式装备研发，制约了本国战力提升，也劝退了西方投资。真正推动乌克兰军工全面转型的是2022年的俄乌战争。战争爆发后，大型军工企业不断遭到打击，传统生产模式难以继续维持。为了保证产能，许多企业开始拆分生产线，将研发、制造、测试等环节分散到不同地区。大量中小微私营企业也首次进入军工领域。这些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对军事需求的适应性方面，往往超过了国有竞争对手。这种分散化也为创新和新型军事技术发展创造了沃土。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次重置。冲突打破了旧有的体制模式，使得最具前瞻性的行业得以蓬勃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让乌克兰迅速调整了发展方向。相比研发周期长、成本高的大型装备，无人机、电子战和人工智能更容易形成战斗力，也更符合现代战争的需求。资金、人才和政策开始向这些领域集中，一场围绕新型作战技术的产业升级随之展开。其中，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最为迅猛。2024年，乌克兰国内已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各型无人机研发与生产，全年无人机产量突破150万架。到2025年，官方公布的年产量目标已提升至400万架以上。产品涵盖 FPV 攻击无人机、侦察无人机、远程攻击无人机以及无人水面艇等多个类别。以眼黄蜂 Var Hornets、维里伊微软等企业为代表，大量国产 FPV 无人机开始批量装备部队，部分型号还采用夜视系统、人工智能辅助识别以及光纤制导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还相继研制出安196柳提、U726海狸等远程攻击无人机，多次对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打击，表明其已经具备自主设计、制造远程无人机系统的能力。可以讲，乌克兰生产的无人机不仅价格低廉、适应性强，同时在地球上最严酷的电子环境下久经考验，使无人系统成为乌克兰未来最具出口潜力的军工产品。
伴随着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乌克兰反无人机和电子战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面对俄罗斯持续使用无人机实施侦察和打击，乌克兰本土企业迅速研发出一批电子干扰设备、反无人机系统和新型战场通信装备。Kratos、Infosys 等企业推出的电子战设备能够有效压制无人机通信和导航信号，降低俄军 FPV 无人机和巡飞弹的作战效率。与此同时，乌克兰还不断升级战场通信系统，提高部队在复杂电子环境下的通信能力。近年来，大量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投入实战，由于采用光纤传输控制信号，几乎不受电子干扰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战场生存能力。经过3年的持续发展，电子战已经成为乌克兰军工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也形成了涵盖探测、干扰、通信保障和反无人机作战的完整产业体系。人工智能技术则成为乌克兰提高作战效率的重要突破口。2023年以来，乌克兰开始将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目标识别、态势感知和火力指挥。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 Delta 数字战场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整合无人机、卫星、雷达和地面侦察等多元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识别坦克、火炮、防空阵地等目标，并实时生成战场态势图，大幅缩短发现目标、定位目标、实施打击的时间。同时，美国帕兰提亚公司也与乌克兰展开合作，将 AR 数据分析平台应用于战场情报处理，提高海量战场数据的分析效率。在勇敢1号国防创新平台支持下，大量本土科技企业开始研发 AR 图像识别、自主导航和智能飞控算法，使越来越多无人机具备自动识别目标、自主修正航线等能力。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乌克兰军工新的技术增长点。相比前3个领域，精确打击武器和导弹工业恢复速度相对较慢，但近4年同样取得了明显进展。乌克兰持续推进海王星反舰导弹升级项目，在保证反舰能力的基础上，发展出对陆攻击型号，并多次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高价值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陆续公开帕里亚尼茨亚导弹无人机、派克洛地域巡航导弹等新型远程打击武器，标志着其正在逐步恢复自主研究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能力。此外，乌克兰还持续扩大155毫米制导炮弹、巡飞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的本土生产规模，逐渐形成巡航导弹加远程无人机加精确制导弹药相结合的新型远程打击体系。经过4年的持续投入，这4大领域已成为乌克兰国防工业增长最快的产业方向。其中，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装备和电子战平台因成本较低、实战经验丰富、技术迭代速度快，被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未来最具出口竞争力的军工产品。对乌克兰而言，战争不仅推动了国防工业恢复生产，更加速了整个军工产业向智能化、信息化和无人化方向转型。不过，仅靠技术迭代并不足以解释乌克兰军工为何能够快速成长。真正改变整个产业的是制度创新。传统军工的发展周期通常以年计算，一项装备需要经过立项、研发、测试、采购等多个环节，整个流程十分漫长。而俄乌战争每天都在变化，今天有效的战术，几周后可能就会失去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乌克兰于2023年启动了勇敢1号国防创新平台，希望打通军队、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渠道。任何能够解决战场问题的新技术都有机会获得资金支持，并直接进入部队测试。该平台已支持数千个以战场应用为导向的技术项目，如今更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平台。前线部队可以直接从认证制造商处订购无人机、传感器和机器人平台。无人机操作员会将产品的前线数据直接反馈到新的原型机研发中，形成了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战场既是使用者，也是测试场，战争本身成为推动技术升级的最快动力。这种高效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欧洲国家的关注。过去西方国家主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近年来这种模式正发生变化。以丹麦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开始直接出资，由乌克兰本土企业生产装备，再交付乌军使用。这种被称为丹麦模式的合作方式，一方面帮助乌克兰扩大产能，另一方面也让欧洲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经过实战验证的新技术。与此同时，德国莱茵金属、KNDS、英国贝隐系统公司等欧洲大型防务企业也陆续宣布在乌克兰建立维修中心、联合生产基地或开展本地化合作。这些项目不仅带来了资金，也推动了乌克兰军工逐步融入欧洲防务工业体系。从生产标准、质量管理到供应链建设，乌克兰军工正逐步向北约标准靠拢。不过，乌克兰军工仍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
目前大量订单仍然来自战争需求和国际援助，和平时期能否维持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次，高端芯片、精密电子器件和部分关键材料依然依赖进口，完整产业链尚未完全建立。此外，长期战争导致大量技术人员流失，高端人才短缺也将影响未来发展。因此，乌克兰军工目前更像是完成了一次快速扩张，而不是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世界军工强国。未来能否保持竞争力，还要取决于战后重建、国际市场和持续创新能力。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俄乌战争不仅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也改变了全球军工产业的发展方向。过去，各国竞争的是谁拥有更多坦克、更多战斗机和更大的军工企业。如今，越来越重要的是谁能够更快完成技术迭代，谁能够把战场反馈迅速转化为新装备，再以最快速度投入下一轮实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生产了数百万架无人机，也不是研发了多少新型装备，而是在战争中建立了一套更加灵活、更强调创新效率的军工体系。未来这种模式是否能够复制到和平时期，还有待观察，但它已经证明了一点：现代国防工业的竞争正在从制造能力逐渐转向创新能力。谁能够更快完成研发、生产和升级，谁就更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占据主动。